在我80岁这年，皇帝突然翻了我的牌子，都这把老骨头了，我觉得自己有点做不到啊。我看皇上也够呛，77岁了还能行吗？身边的宫女比我还紧张，一个劲儿地往我嘴里塞着人参片，生怕我半路过去了。我嚼着人参片，想起当年我也曾是宠冠6宫的贵妃，可一夜之间我却突然失宠。如今时隔太久，我早就忘了事情是什么流程了，匆忙翻出一条年轻时爱穿的红裙子，抖了抖上面的灰尘，妆容还未修饰妥当，皇帝竟已驾到。这个70多岁的老头子脚速还挺快，50年未见，皇帝已是满头银发，却不显老迈，身姿依然高大挺拔，更显帝王的沉稳威严。他与我面对面坐着，大眼瞪小眼，50年没见，一时竟不知该聊些什么好，还是我率先打破了这50年的沉默。皇上，您吃了吗？皇帝年轻时清亮的星眸，此刻依然灼灼生辉。贵妃一点没变，还是那么年轻美丽啊，不像朕老成这样了。这皇上真会夸人，竟夸一个80岁的老太婆年轻美丽。你知道朕为何50年不来见你吗？我仔细回想了一下，50年前我曾是后宫最得宠的女人，皇上天天都招我侍妾。有天早上我起晚了，他着急上朝，发现衣襟破了个洞，我就帮他缝了一下，不小心把针留在了衣服上，结果扎破了皇上的皮肤，然后我就失宠了。这一失宠就是50年。刚开始我也奋力挽回，去皇上的寝宫门口磕头，我赔罪抄了1万遍经书，诋毁自己的罪过。大冬天穿着皇上最喜欢的红裙子在雪地里跳舞，可这些都没用，他再也不搭理我了。挣扎了一段时间之后，我选择躺平，这一躺平就是50年。50年来我无人问津，没有了隆重盛眷，曾经繁华喧嚣的美满宫慢慢沉寂下来，悄悄蒙落了灰，白玉地砖失了光泽，而我也渐渐花容凋谢，年华老去。可神奇的是，50年来皇上一直没有降我的位分，我名义上还是仅次于皇后的贵妃。我不觉得皇上是在念旧情，他应该是忘了，彻底把我忘了。事情当晚，我和皇上并排躺着，保持着距离。过了一会儿，皇上拉住了我的手，然后把我整个搂进怀里，再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皇帝睡着了，看来人老了，精力还是不行了，不像当年从天黑腻歪到天亮不带休息的。大臣们经常看到皇帝顶着黑眼圈来上早朝。娘子，他在梦里喃喃着好久远的称呼啊。自从他做了皇上，我当了贵妃，他就再也没有叫过我娘子，我也再没称呼过他相公。我们也曾山盟海誓，说过什么一生一世一双人，可后来还不是后宫佳丽3000人，我只能从3000宠爱中分一杯羹。再后来我就什么都失去了。如今我们已老，从前那些事也不必计较了。皇帝睡着没多会儿，我也困了，慢慢闭上眼，做起梦来。梦里回到了我们的洞房花烛夜，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了，应该是70年前。那年我10岁，皇上7岁，那时我还不是贵妃，他也还不是皇上。皇上是我从乱葬岗里挖出来的，我从小是个流浪女，无父无母，靠着乞讨偷鸡摸狗把自己养大。某天我听说城郊乱葬岗又拉来一批死人，就趁夜深人静到乱葬岗来摸死人身上的财物。这回手气贼好，在一个小孩身上摸到了一块金牌牌，我把金牌牌揣进怀里，正准备走，那小孩突然诈尸了，一把抓住我的脚踝。不许拿我的东西！大半夜的，我被一个死人从城北追到城南，最后堵在一个死胡同里。男孩把我打了一顿，在我身上找了一通，也没摸到他的金牌牌，而我却赖上他了。欺负人，坏了我的名声，让我以后怎么见人呢？男孩被我弄得尴尬，一时间男默女泪。他叹了口气，蹲到我面前。那等将来我们长大成年后，你做我的妃如何？我那时根本不懂他说的妃是皇帝的妃子。于是在这个夜晚脏乱逼仄的小巷子里，我们互通了姓名，他叫楚天，我叫云舒。之后我便带他回了自己的家，城南平民巷里的一个草棚子。草棚子不够大，2个人有点挤不下，只能紧紧挨在一起躺着。从那以后，楚天也不问我要金牌牌了，他让我帮他存好，说将来会有大用。
我本来想偷摸着去把金牌牌卖了，但我怕被楚天打死，还是先忍忍。多了一个人，就多了一张吃饭的嘴，要更努力的乞讨，坑蒙拐骗才能养活我们自己。刚开始楚天还不愿意跟我同流合污，后来他屈服于饥饿，就跟我混了。有了武功高强的楚天协助，我们每天收获满满。今天摸只鸡回来烤，明天抓只兔子回来炖，后天偷2件旧衣服穿，日子是越过越红火。我俩吃得好，长得也快，不到3年的时间，楚天的个头已经要超过我了。这个小小的草棚子就显得拥挤了些。咱们要换个大点的房子住，这有点难啊，京城房价太高。包在我身上，我要干票大的。你别太勉强，实在不行，咱还有你那块金牌牌。永远别打我那块牌子的主意，记住了没？记住了。这天，楚天很晚才回来，把一颗大大圆圆的珠子拿在我眼前晃悠。年明珠，老值钱了，从当朝太师家偷来的，我厉害吧？你这个有点厉害哦。之后我们住上了大房子，是一个茅草屋。楚天说，那颗夜明珠买更大的房子都没问题，但毕竟是偷来的东西，要低调，剩下的钱留着慢慢花。我已经对这个茅草屋很满意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楚天的个头又长高了，声音粗了，嘴角长出了细细的胡茬，面容褪去了孩子气，渐渐的眉眼深邃。这年4月初8，是我的20岁生辰。楚天不知从哪儿搞来了一坛好酒，1两牛肉，我俩点着蜡烛，喝着好酒，就着牛肉，真神仙一般。后来醉了，楚天看我的眼神有点奇怪，他突然把我打横抱起。娘子，你不要生气，不要打我哦。问你干什么？我要打你了。第2天早上，我不理楚天了。娘子，别生气，为夫给你赔罪，你想要啥都给你买。我想要一条红裙子，我记得林家的女孩出嫁时，一身大红嫁衣，美极了。楚天带着我去布店，店老板见我们衣着寒酸，扔来2匹暗红色的麻布，看着脏脏的，不像嫁衣的色泽。给我拿云缎来。我不知道他说的云缎是什么。当老板把1匹红色云缎摆到我们面前时，我眼睛差点瞎掉。真好看啊，不似人间之物。楚天豪横地扔了1包银锭在桌上，就用这批缎子为我娘子量身定做一条裙子。我怨楚天乱花钱，楚天却说钱花在娘子身上值得很。不过以后得省着点花了，等有了孩子，花钱的地方就多了。我窃喜。是吗？我们快有孩子了吗？2天后，裙子做好了，我穿在身上，站在阳光下，美美的转了一个圈圈。楚天看吃了，好半天才说：“你就像一朵盛放的红牡丹，是我生命中唯一的倾城角色。”楚天可会遣词用句了。这些年他一直在读书，只要手头有点闲钱，就去买旧书。这么刻苦干啥？以后想当大官吗？娘子，我跟你发誓，我不会再让你吃更多苦了。往后的日子只会越来越甜美。我不知他哪来的底气，不知道他有什么计划，这些我都不多问。我的人生能活到现在，活成这样，已经是奇迹。我不奢求更多。我们永远在一起吧，不要分开。永远是多远？太虚了，定个期限吧。到我80岁吧，你陪我到80岁。一言为定，我为娘子支棱到80岁。又过了半年，平静的生活出了点小波澜。皇帝驾崩了，整个京城尽挂白帆，居民皆着素衣。我的红裙子也收进箱子里了。楚天越来越深沉，经常夜里我醒来，发现他坐在桌边沉思，不似一个天真少年。他发现我正在观察他，神色蓦然变得柔和。娘子还没睡啊？醒了，没你抱着了。娘子，我的那块牌子你还留着吧？留着呢，留着呢，没敢卖，怕被你揍。那你明天拿来给我吧。我心里一突突，有种不太好的感觉。那块金牌牌就像是我牵住楚天的绳子，当初楚天为了金牌牌追着我满街跑，为了金牌牌我俩才相识，然后我们相依为命，一起长大成人。我替他存着金牌牌，他乖乖留在我身边。如果我把金牌牌还给他，他会不会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飞走了呢？瞎想什么呢？以为我要跑是吧？我这辈子是赖定你了，你赶我都赶不走。第2天，我把金牌牌还给楚天，他注视着他很久，才郑重地伸手接了过去，仿佛这块小牌子承载着某种很沉重的东西。又过了几天，我正在做饭，楚天在床上睡懒觉，忽听屋外一阵喧闹。我打开门，一大伙官兵站在我家门口，那威风凛凛的气势，简直要把我家的茅草屋给压倒。
参见皇太孙殿下。我预感到这伙人是冲着楚天来的。此时的楚天懒洋洋地坐起身。来者何人？那伙官兵向两旁分开，走出来一个身穿华服的老者，神色沉稳，不怒自威。来者太师，宋灵。太师，完犊子了，来要夜明珠的。只听当当一声响，是楚天把那块他视如珍宝的金牌牌扔到了门口。太师捡起金牌看了两眼，一撩袍摆跪在地上，哗啦啦，其余官兵一起跪下。参见皇太孙殿下！官兵齐喊，响声震天。我感觉茅草屋晃了两晃。楚天缓缓站起身，他穿的是破旧麻布衫，可他整个人却显出一种高贵不凡的气度，天生的贵人之姿。我突然觉得这个楚天好陌生。原本那个可爱温暖又有点小无赖的丈夫，现如今面对这些足以把普通百姓吓死的官兵和太师，他变成了另一个人。他们刚才叫他什么来着？皇太孙。楚天走到门口，搀起太师。太师不必多礼，委屈太孙殿下了。今日老臣奉先帝遗命，恭迎太孙回宫。楚天没有回复，他却转过头望向我。我傻乎乎地问了一句废话：你可以不走吗？你当然跟我一起走。我不想走，我舍不得这个家，可我知道楚天是一定会走的。我不想走，我舍不得这个家。我在屋里磨叽了半天，把这个小家的每一处都摸索了一遍，最后只带走了一样东西，楚天送我的红裙子。我们坐上了宽敞豪华的马车，官兵开道，行人避让。我从未想到有朝一日我会以如此气派的行头进入皇宫这天底下最森严静谧之地。一晃进宫已经3日，我没再见过楚天。我被安顿在一座豪华的宫殿里，有很多人伺候我，对我毕恭毕敬。可我问他们楚天在哪儿，他们都当没听见。只有一次，一个老宫女私下跟我说，太孙要做皇上了，夫人，您将来就是皇妃，不要心急，等着享福吧。皇妃，我怎么觉得这个词听着有点刺耳呢？放在普通的有钱人家，不就是小妾吗？第4天晚上，楚天终于来找我了，我差点没认出他。一身黑金黄龙锦袍，脚踏赤色蛟龙红苗金靴，被侍卫和工人簇拥着。他平退众人，空荡荡的宫殿里独留我们2个，我都不敢靠近他。娘子，你生气了？楚天主动过来要抱我。娘子，你别这样，拉长着脸啊，我好怕。好吧，这一开口还是我的楚天。我扑到他怀里，狠狠地掐他。4天不来见我，你死哪儿去了？他们抓住我不放，一会儿让我去给先帝扶灵，一会儿去祭拜太庙，一会儿又接见大臣，好多事，我睡觉都睡不着。你要当皇帝了？我仰起头，发现他个子好像又长高了。曾经比我矮大半个头的7岁小屁孩，如今要成为那个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皇帝了。曾经比我矮大半个头的7岁小屁孩，如今要成为那个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皇帝了。我多么希望这是在做梦。一梦醒来，我和他还躺在茅草屋窄窄的木板床上，相依相偎，打情骂俏。楚天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娘子，跟你讲讲我的身世吧。好吧，憋了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要跟我坦白他的底细了。在乱葬岗见他的第一眼起，我就知道他身世不一般，但我从来不问。娘子，我的父亲沈润是先帝的嫡长子，周岁就被封为皇太子，而我沈楚天是父亲的嫡长子，周岁就被封为皇太孙，所以我生来就是要做皇帝的，没有人曾怀疑过。直到我的祖父，也就是驾崩不久的先帝武宗，越老越糊涂，宠上了一个姓姜的宫女，还把那宫女封为了贵妃。姜贵妃很争气，在先帝65岁时生下了皇子。先帝老来得子，非常得意，把姜贵妃母子宠得不着边际，皇后和太子都受到冷落。渐渐的，年老体弱的皇帝对年富力强的太子起了猜忌之心，总怀疑太子想谋权篡位，而姜贵妃为了上位，整日煽风点火，挑拨太子和武宗的关系。他还使出一个毒招，构陷皇后有无辜之说，咒皇帝早死。武宗怒不可遏，命皇后自裁。太子为母争辩，更激化了父子矛盾。武宗决定废掉太子，在满朝文武的强烈反对下，这个荒唐的决定一时无法实现。武宗便下令进东宫，将太子一家圈禁在东宫宫内，听候处置。武宗便下令进东宫，将太子一家圈禁在东宫宫内，
听候处置。一番折腾之后，武宗病倒了，朝政大权暂时落到了江贵妃的哥哥尚书令江木手里。不久之后，一个天干物燥风急的夜晚，东宫失火，很多人至今难忘那晚的惨象。东宫之内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呼救声、号叫声惨绝人寰。可禁卫军称没得到皇上谕旨，拒不开放东宫宫禁，也不进去救火，任凭东宫内200多条性命葬送在火海中。太子、太子妃以及太子的2子1女无一幸免。其实还有一人幸免，那就是我。东宫后院有一个洞，正好够我瘦小的身子钻进钻出。以前我常瞒着嬷嬷从这里溜出去玩，这次却成了我的逃生之路。逃出火海后，我搭上一辆往宫外运送尸体的马车，离开了皇宫。从此以后，不会再有皇太孙沈楚天这个人了。虽然那时他还小，已经隐隐约约知道江贵妃不会喜欢他活着，皇宫这个家他再也回不去了。他被人当作尸体扔到了乱葬岗，唯一能证明他过往身份的就是那个金牌牌武宗御赐的皇太孙符信。据说武宗病愈清醒后，听闻东宫噩耗，默然良久。此后多年，他都没有再立新后，也不立新太子。后来他猝然驾崩，皇位由谁继承就成了个问题。武宗驾崩之后，江贵妃想把自己的儿子推上皇位。就在这时，宋太师找到了流落民间的皇太孙，坚称他才是皇位的正统继承人。听到这，我有一个疑问：太师怎么知道你还活着？他是怎么找到你的？楚天看着我，不说话。我好像猜到了什么。那年你去太师家偷夜明珠，其实是去找太师求救的。娘子，你很聪明。我小时候经常去太师家玩耍，与太师相熟。那晚我壮起胆子去找太师相认，太师见我还活着，与我抱头痛哭。但那时江贵妃的权势如日中天，武宗的态度也讳莫如深。太师让我先蛰伏等待，万万不可过早暴露。武宗驾崩后，这些天经过激烈的角力，太师一败获胜，江贵妃被逼给武宗殉葬，他的儿子也被外父放过。我蛰伏多年，如今时机成熟，太师这才将我迎回宫中，继承属于我的皇位。听完楚天的故事，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原来是我天真了，原以为这些年只有我们2人相依相守，其实他身后还有宋太师的暗中保护和支持。我心思单纯的跟他过日子，人家却是在卧薪尝胆。皇宫才是他心中真正的家，那个茅草屋并不是。我第一次对我的夫君有了不一样的看法。明天楚天就要登基了，而这意味着什么，我还没有想明白。娘子为何愁眉苦脸？你该高兴才对。朕当了皇帝，你就是皇后，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这是我跟你许诺过的。是吗？我可以当皇后吗？当然。那你会纳妃子吗？当然不会。不管我是皇帝还是平民，我都只爱娘子你一个人。我扯了扯嘴角，靠在他怀里。第2日正式举行登基大典，我的夫君沈楚天成为大云朝第4代帝王。我在宫殿里哭坐了一整天，直到夜深正准备睡下，忽听太监唱道：皇上驾到！当了皇上，派头果然不一样了。眼前这个身穿龙袍的人，我很难把他与那穿麻布补丁衣衫的少年想象成同一个人。宫女提醒我跪地行礼，我都不知该怎么跪。你不用跪，以后都不用跪。你是我娘子，我是你相公，我们之间永远不变。娘子，我已经跟太师说了，要尽快立你当皇后。他亲昵地拉着我往寝殿走。太师会同意吗？同意不同意由不得他，你是我的妻，这是不争的事实。难道当了皇帝就可以不要结发妻子了吗？然而大出楚天所料，宋太师反对我当皇后，理由是没有理由。不管楚天怎么说怎么求，他就是不同意。楚天虽然是皇帝，但还没亲政，太师说一不二，楚天竟也毫无办法，他只能跟太师死磕。有一天中午，我正打盹，宋太师亲自来见我了。他往太师椅上一靠，也不看我。倨傲之极，在他心里，我大概就是个不值一提的贱民。你与皇上是夫妻？是。可曾有父母之命？可曾有媒妁之言？没有。可曾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迎亲的6礼？没有。那这婚姻可不算数，你充其量只是个妾，还是个贱妾。太师家中可有纳妾？这是我的家事。他们陪您生活起居，为您生儿育女，为您操劳一生。
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可在你眼里，他们就只是卑贱的物件。没错，连同他们所生的子女都是贱的。我点点头。我明白了，原来是我不配。你自幼陪伴皇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封个妃子，本本分分待在后宫还是可以的。我赶忙打断。我会劝服皇上在立后一事上听从您的安排，作为交换，也请您帮我2件事，可以吗？作为交换，也请您帮我2件事，可以吗？你讲。第1件事，送我出宫，皇上他不会放我走，我需要您的帮助。宋太师这才正眼望向我，略带惊讶。你要出宫？皇上爱我可深了，您希望将来我把皇后的宠爱都争走吗？他恍然，似是想到了江贵妃的前车之鉴。好，我答应你。第2件事是什么？这第2件事是您要答应给我一样东西。什么东西？现在还没想好，您只要答应给我就行，放心，您给得起。我答应你。太师，您是个爽快之人，那就一言为定。当晚，楚天一听我要放弃皇后之位，暴跳如雷。娘子，咱们不能跟他妥协，我会为你争取到的，你要相信我。可是我不想争啊，我只想躺平，我让他稍安勿躁。没有太师的帮助，你当不了皇帝。现在你刚刚登基，就在立后的事情上与他对着干，他以后还会尽心帮你吗？楚天听了我的话，眼眶忽地红了。娘子，我不想娶别的女人当皇后。我也不想你娶别人啊，我心痛如割，可是无可奈何，我俩抱头痛哭。睡着之前，楚天喃喃道：娘子，我不愿负你，我真的不愿。我心想，从你私下与太师相认之时，从你跟他回宫之时，从你登上皇位之时，你就该想到会有这一天。第2天楚天醒来时，我已经不在他枕畔，我坐着太师为我安排的马车出了皇宫，回到原来的茅草屋，这里从此还是我的家。当晚，楚天居然就找过来了，他没有带侍从，穿着便衣，满头是汗。你果然在这儿，你为什么要跑？你不要我了吗？没有不要你啊，我只是不想待在皇宫，回咱原来的家住，不可以吗？这不成牛郎织女吗？我不同意。那你也搬回来住呗。楚天无语，他抱住我，开始耍赖。娘子跟我回去好不好？就算当不了皇后，你可以当贵妃，我只宠你一个人，一辈子只宠你一个人。我不做江贵妃，你也不要做武宗。楚天一愣，眼中泛起苦涩。没事了，别难过，我还是你的娘子，你还是我相公，你有空了随时可以回来看我。你要是怕我被别的男子勾搭走，那就派兵守着我，这总可以放心了吧？他被我逗得哭笑不得。那娘子，你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身边呢？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捧着他的脸。楚天，我怕你快快亲政，怕你独立，等你不再需要任何人的辅佐，可以靠自己的能力治理天下。好，娘子，你等我。这一晚，我们在窄窄的木板床相依相偎，睡得很香。第2天，楚天说在宫里那么多天都睡不踏实，还是回到这里睡得香。我跟他一样的感觉，可是他必须要走了，不能像以前那样陪我度过一整天。楚天黏着我不肯走，最后被我给踹走的。他走后，不大的茅草屋显得空荡荡的，我的心也空了。可从今以后，我们必须适应没有对方的日子。他走后，不大的茅草屋显得空荡荡的，我的心也空了。之后的日子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孤独难熬。楚天经常溜出宫来找我，他尚未亲政，朝政都由宋太师领衔的辅政大臣打理，他乐得清闲，经常往我这儿跑。宋太师大抵也是知道此事的，但没有干预我们。有一天，楚天是黑着脸来的，我问他谁惹他生气了，他沉默半天，跟我说宋太师说我该立皇后了。我知道迟早会有这么一天，心里虽然难受的要命，还是保持冷静。皇后可能会是谁啊？宋太师的侄女宋婉清。果然，我早就料到宋太师会把皇后这位安排给宋家女子。她人怎么样？你见过吗？其实我和她打小就认识，5、6岁那会儿，她来宫中和我一起玩耍，所以我倒也不讨厌她，但也不会喜欢她。我心里已经有人了。我心想，原来你俩5、6岁就勾搭上了。楚天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瞪我一眼。好了好了，娶个知根知底的女子，总比娶个没见过面的陌生人要强。反正立皇后只是完成任务而已，不影响咱们。我劝了半天，楚天才被我劝服了。这天是一个良辰吉日，帝后举行大婚，我来了癸水，疼得在床上打滚。以前
楚天会用他温热的大手替我暖肚子，给我烧热水喝，帮我清洗脏掉的衣裤，晚上无欲无求地抱着我睡觉。而今晚，他将会陪着另一个女人。这天是一个良辰吉日，帝后举行大婚，我疼得彻夜未睡，疼得眼泪不止。怎么会这么疼呢？来个癸水而已。第二天已经疼麻了，我才睡着，昏昏沉沉睡了一整天。晚上楚天居然来了。娘子，你没事吧？他见我一脸菜色，奄奄一息躺在床上，吓得声音发颤。娘子，你不要想不开啊！娘子，你不要丢下我！我摆摆手，有气无力。我没事，别咒我。死楚天凑过来就要抱我，我下意识躲了一下。他一愣：你是不是嫌弃我了？嫌我碰了别的女人，所以不愿意再让我碰你了？娘子，我对天发誓，昨晚我一个手指头都没碰她，我只对你才有感觉，你可不要抛下我啊！他耍着赖皮，硬是把我往里挤，最后在我身边大拉拉的躺下。晚上，楚天老老实实抱着我，用大手给我暖肚子，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平淡中掺杂着喜怒哀乐。我和楚天还和原来一样，皇后的存在并没有对我们产生任何影响。又过了几个月，到了4月初8，我的生辰。前一晚，楚天说好要来陪我过生辰的。我忙活了一天，亲手准备了一桌菜，可等来等去，菜都凉透了，他都没来。我忙活了一天，亲手准备了一桌菜，可等来等去，菜都凉透了，他都没来。第二天、第3天，直到过了大半个月，他都没再露面。我很焦虑，不知他出了什么事。就在我快要坐不住，要勇闯皇宫的时候，楚天来了，看上去健健康康，我总算放心了。可感觉他怪怪的，以前一回来就粘上来，这次很讲礼貌，安静地坐在椅子上，眼睛也不直视我。我一下子猜出了什么。说吧，是不是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了？他一惊。你都知道了。娘子，没想到你的生辰和皇后的生辰是同一天。那天宫里摆了宴席，太师他们都在，我走不开，然后就被莫名其妙灌醉了。那酒有问题啊，我喝了很难受。皇后扶我回房睡觉，一觉醒来，我就发现我跟她……好吧，交代的还挺主动。我竟没有太多难受的感觉，可能是已经做了无数次心理准备，知道这种事迟早会发生。皇帝一直不进皇后寝殿，这怎么可能呢？而且以后他还会有别的妃嫔。所以你就不来见我了啊，害我担心的要命。我没脸见你啊，娘子。这半个多月我都在想怎么跟你交代。那你跟我讲讲皇后是个怎样的人，我很好奇。她怎么说呢？不知道是不是巧合，你俩有些地方挺像的，比如你俩生辰是同一天，而且你俩长得还有那么3分相像。娘子你别生气啊，可能我是太想你了，看谁都像你。最近我也是看谁都像你。楚天困惑了一下，眼睛突然瞪圆。楚天困惑了一下，眼睛突然瞪圆。你看了哪个野男人？我也学着他瞪眼睛。不就眼前这个？他扑上来。我可不是野男人，我是你相公。岁月继续一天天过去，楚天在成长，在变化。少年心性在朝堂争斗的一遍遍洗刷中，褪去了天真稚气，变得坚硬深沉。一如我所料，随着他年龄增长，他后宫的女人也在增加。唯一不变的是，楚天一直对我保持着依恋。这种依恋包含着炽热不息的爱，从小到大的习惯，还有深深的愧疚。我又能拿他怎么办呢？是我的让渡和纵容造就了他们今天的局面，我只能接受，不想争，随他去吧。楚天18岁那年，第一个皇子诞生了，他做父亲了。又过半年，一子一女陆续诞生，而我的肚子一直没有动静。楚天很急，我总有种感觉，你迟早有一天会离开我。如果有个孩子，你就会永远陪在我身边。这你不用担心，不管有没有孩子，我都会陪着你，直到80岁。好，那我就为你支棱到80岁。楚天终于亲政了，虽说亲政了，但宋太师将重要朝政还把持在手中。亲政以后，楚天比以前忙碌了，来我这里渐渐来的少了，有时1个月才来一次。楚天提过好几次，让我搬宫里去住，正是封妃，我不愿意。楚天很生气的拂袖而去，整整2个月没来找我。楚天很生气的拂袖而去，整整2个月没来找我。我知道，他不再是那个听我话的少年了。他习惯了所有人顺从他，祈求他的圣宠。楚天再来时，我还是一副爱咋咋地的样子。唉，我真的是拿你没办法了。我也扶着额头。我懒得很，不想去后宫那种是非之地，
就让我自己在这勾着吧。好吧，好吧，唉。又过了2天，楚天再来找我，竟然带了一众太监和侍卫。他以前从不会这么兴师动众，都是悄悄来悄悄走。楚天不说话，直接让太监宣旨，前面是冗长的一段套话，我都没太听懂，就有一句听懂了：卓峰和贵妃自居美满宫。然后几个太监就开始帮我收拾行李。我怒了，我说了我不进宫，我不当妃子，贵的也不当。由不得你。为什么？给个解释行吗？之前不是才说好的吗？不是我需要给你解释，是你要给我一个解释。他指着灶上一碗喝剩的药汤。那是什么药？那是温阳补气的药啊，我吃着调理身体的。我前天走的时候你还没睡醒，我就取了一些药渣回去给太医验。太医验过，说这是鸡子草，俗称篦子药。后宫有几个贵妃，我不喜欢，不想让他们有孕，就让他们吃这种药。那你呢？我的娘子，是谁让你吃这个药的？我的娘子，是谁让你吃这个药的？楚天陷入回忆。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夫妻怎样才能有孩子，后来我们长大了，我一直盼啊盼，在我心里，他们生的孩子都不是我的孩子，只有我和你的才是我的孩子。我一直在期盼真正当上父亲的那天。原来你根本不想生下我们的孩子，你一直都拿我当小孩耍。这可能是个误会，大夫给我抓错药了。你等我会儿，我去找那个庸医算账。行了，这些年是不是我太惯着你了？你是不是想离开我？也许哪天就突然消失了，我再也找不到你。我无奈苦笑。楚天，我们早就不是夫妻了，你还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吗？楚天一下子怒了。承认什么？我一直拿你当我的妻，说好相守到80岁，你想提前跑路吗？跟我回宫！我还想在最后挣扎一下。楚天转头冷眼看着我。难道你想抗旨？这是楚天第一次拿皇帝的威严压我，我还能说什么？我坐上马车，没走多远，听到一阵巨响，我的家被拆了。马车进了皇宫，驶入深处的后宫，往后余生，我再也没有从这里出去。马车进了皇宫，驶入深处的后宫。起初，宫里的人对我的到来抱着复杂的心情。我不年轻了，比皇上还大3岁，也不算美丽。后宫那么多角色，我排不上老几，我的身世也很差劲，连良家女都不算。可我一冒出来，就是仅次于皇后的贵妃，就占据了皇帝所有的宠爱。鲜有人知晓我和皇帝的过往，他们只觉得这事不可理喻，甚至有人说我是江贵妃重生，专门来恶心宋皇后和宋太师的。楚天听说这些风言风语，严惩了几个人，震慑了一下后宫，但人言可畏，皇宫毕竟是皇宫，我和他不能像寻常夫妻那样相处了。为了楚天作为皇帝的尊严，也为了自己不被人揣测攻击，我需要学会做一个真正的妃子。第1堂课，学会向楚天下跪行礼。当我第一次向他下跪，恭敬地说：“臣妾参见皇上时，感觉别扭极了，我们的关系到底不复从前了。”楚天赶紧把我扶起来，看得出他也很尴尬。宫廷家宴时，我不能坐在他身边，我坐在下方，上方是皇后。我不但要向皇帝下跪，还要向皇后下跪。宋皇后对我的态度始终是爱答不理，她像她的父亲一样骄傲，不把我放在眼里。好在她也从不为难我，直到有一次我犯了大忌。那天我闲着无聊，随手翻了翻以前的老物件，翻出了楚天送我的那条红裙。时隔今年，它依然鲜艳如新。想当年的我娇艳盛开，是我一生中最惊艳的光景。我忽然起了兴致，换上这条裙子，美滋滋的去找楚天，想给他个小惊喜。路上却撞见了宋皇后，她立马变了脸色。后来我才知道，在宫里，正红色是只有皇后才能用的颜色，即便我是贵妃，也只能穿嫣红、粉红。如此僭越，在皇后看来是公然挑战她的地位。荒诞的流言也开始四处飘散，和贵妃是江贵妃在世，江贵妃的阴魂要继续祸乱沈家王朝。铺天盖地的恶意向我袭来，后宫排挤我，前朝咒骂我，民间编歌谣讽刺我，甚至江贵妃外放藩国的儿子也被迫自尽。我这一条红裙竟掀起一场腥风血雨，从始至终，作为皇帝的楚天都坚定站在我这一边。楚天为我争辩，为我顶住皇后和大臣们的压力，甚至在风口浪尖时夜夜来我寝殿宣示他的态度。直到有一天，
天干物燥风急的傍晚，皇宫某处失火了。失火的地方正是东宫。20年前，东宫被大火烧毁，后来重新修葺，一直无人居住。如今这场大火来得十分诡异。这一晚，宋太师领着满朝大臣跪在宫门口，静默不语。江贵妃乱政10余年，逼死皇后，又害太子全家死在烈火中，给云朝刻下了太深的伤痕，以至于史官都不知该如何书写。如今新帝继位已10余年，可人人都怕再出一个江贵妃，怕武宗一朝的乱象再现。这场东宫大火仿佛是老天爷给楚天的警告。大火扑灭后，楚天在废墟前跪了很久，我远远看着他，他的背影宽阔高大，却也孤独惆怅。当年亲人葬身火海的惨状，一定令他终身难忘。我对他如此感同身受。我的亲生母亲也是被烧死的。那年我7岁，我把伞撑到楚天的头顶。皇上，咱们回去吧。楚天抬起头，通红的眼望着我。楚天抬起头，通红的眼望着我。朕到底做错了什么？连老天爷都要惩罚朕。你最大的罪过，可能就是做了皇帝，还肆无忌惮地爱一个女人。明明我从小到大一直是这样爱你的，为何现在成了罪过？因为他们被江贵妃吓怕了呀。他们说我像极了当年的江贵妃，出身低贱，不年轻也不貌美，把皇帝迷得神魂颠倒，不是女妖成精，就是女鬼附体。你不是妖，也不是鬼，你是把我从乱葬岗里救出来的菩萨，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我。我和他相互搀扶着，打着一把伞，慢慢行走在湿滑的公道上。小时候在外面偷鸡摸狗受了伤，我们都是这样互相搀扶着回家。回到美满宫已是后半夜，我们紧紧抱在一起，一刻没有分开。我感觉这也许是我们的最后一晚了。娘子，求你先委屈一阵子，给我点时间，等我彻底摆脱宋太师的掌控，收拾了宋家，不再受任何人的摆布，我们就能好好在一起了。第二天，楚天起床去上朝，发现衣襟破了。我想让宫女找件新的衣服来，楚天却说不要，非要我帮他缝。你慢慢缝，想跟你多待会儿。我鼻子一酸，原来相处只剩下最后这一点时间了。我缝得很仔细，又很恍惚，手上在动作，心里全是舍不得，以至于最后忘了把针取下来。我缝得很仔细，又很恍惚，以至于最后忘了把针取下来。楚天走的时候回头望了我一眼，嘴角勾起，像是在笑，眼尾却垂着，没有笑意。我失宠了，因为我留在皇上衣服上的针把皇上的皮肤扎破了。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伤，但楚天就是不理我了，不见我了。失去皇帝的宠爱，我坠落得很快，后宫谁都敢瞧不起我，明里暗里欺负我一下。宋皇后也开始有怨抱怨，罚我的俸禄，裁我的宫人。晨昏定省的时候，让我一直跪着，不许起来。其实我无所谓这些，已经打算躺平，但躺平之前还得象征性挣扎一下，做些挽回动作。我想去找皇上挽回一下。我抄了1万遍经书，诋毁自己的罪过。我在楚天寝殿外磕头道歉，磕得额头起包。磕到第3天，从窗户扔出一个纸团，我捡起来一看，上面写着傻娘子，意思意思就行了，求你别再磕了。我心痛得要死，我给你磕头行不？快回去吧，下雪了，想你。一夜大雪。第2天早上，世界银装素裹，我洗了脸，画上精致浓艳的妆容。穿哪件衣服呢？我拿起了那件云缎红裙。牡丹不会在雪天盛开，我偏要盛开一次。我一身红裙，光着脚丫，在雪地里边走边跳舞。工人看到了都是一脸懵，退避一旁小声嘀咕：何贵妃是不是疯了？动静越闹越大，最后引来了宋皇后。动静越闹越大，最后引来了宋皇后，她就要叫人把我抓起来。谁敢动本宫？本宫是江贵妃。所闻之人皆大惊失色，装神弄鬼，黔驴技穷。宋皇后冷笑。我走到宋皇后跟前，宋婉清，我要见太师大人。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很巧，皇后的乳名也叫舒儿，但那是7岁前，7岁后就没人这么称呼她了，连皇上也不知道。皇后曾有个乳名叫舒儿。我是江贵妃，我要见太师，不然我的魂魄会缠着你，让你日夜不得安宁。还有，那晚东宫大火是你放的吧？宋皇后连连往后退。我叫我父亲来，叫他来收拾你。今夜子时，我在美满宫等太师。此时月暗风急，
宋太师单枪匹马来的，我一身红裙，坐在店里等他。店里烛火通明，四处散发着松香。太师走到我面前，俯视我。何贵妃，现在不用装神弄鬼了，说吧，为什么要见我？太师走到我面前，俯视我。我抬起头，幽怨地望着他。我是雪儿啊，你不认得我了吗？宋太师瞳孔微缩。你到底是谁？我泪水连连，抓住他的衣袖。我是雪儿啊，我死的时候好惨，惨的大人，我好惨啊！太师没有推开我，过了很久。你不是雪儿，你是我的女儿，云舒。原来爹爹还记得我啊！原来你还活着，怪不得觉得你有几分眼熟。爹爹希望我死吗？不，你根本不在乎我的死活。我是贱妾所生的女儿，生下来就是贱的，不配拥有您的关爱。这些年是为负亏待了你，说吧，你想要什么？还记得那年您答应我2件事吗？第一件事你已经做了，第2件事是要给我一样东西。我记得你想要什么东西？我想要您的命。与此同时，我长袖一甩，打翻了烛台，烛火掉在地上，哗的一下就腾起火舌。店里的每一寸地方都被我涂上了松油。等宋太师反应过来时，已经晚了。我刚才抓着太师时，把自己的衣带和他的衣带打了个死结。太师想往外跑，我却使劲往里拽，火势越来越大，把我们包围。你知道我娘死前有多痛吗？你也尝尝她的感受吧。我开心地笑着。我的娘亲名叫雪儿，是个清纯如雪的女子，是我父亲的妾。我小的时候，印象中父亲每个月会来见我娘亲1、2次，高兴时他还会抱着我哄2下。后来我懂事了才知道，父亲并不拿我当回事，我只是他众多庶出子女中的一个，他看重的只有正妻所生的子女。府里的管事也经常教育我们嫡庶有别，正房的公子小姐才是主子，要对他们恭敬顺从。我的父亲有很多妾，我的娘亲在其中并不算特别。有一次家里大宴宾客，一位贵客看上了我娘亲，向我父亲讨要，我父亲竟毫不犹豫答应了。娘亲抵死不从，父亲恼了，他喝了很多酒，把娘亲打了一顿还不解气，抓起油灯砸在她身上，一下子燎着了她的长发。娘亲惊叫，慌忙拍打头发上的火，火又缠上了她的衣服。她向周围求救，我父亲警告下人，谁都不许救她。她很快成了一团火人，横冲直撞，挣扎哀嚎，最后没了声响，静静躺在烈火中。而我被锁在里屋，透过窗户看着这一切。她很快成了一团火人，挣扎哀嚎，最后没了声响。第2天我父亲酒醒了，觉得自己做的有点过头，命人把我娘亲好好安葬了，从此再也不提。然后很奇怪的，父亲把侄女的乳名改了，他的侄女宋婉清跟我同年同月同日生，乳名都叫舒儿，2姐妹长得也有点像。现在回想，父亲改了嫡女的乳名，是不想她与雪儿的女儿同名，也是因为做了亏心事心虚。几天后，7岁的我从这个家逃出去了。那时我父亲还不是太师，我也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后来我一个人流浪，天天都在发愁怎么养活自己，渐渐就把过去的一切淡忘。我麻木地活着，直到遇见了楚天。他是我的生命中的灿烂阳光，是我的伙伴，我的亲人，我此生最爱的少年郎。可就是这生命中唯一的光，还是被我父亲夺走了。宋太师来茅草屋接楚天的时候，他没认出我，我却一眼认出了父亲。当时我就想抄起菜刀冲上去要了他的命，为娘亲报仇。但为了楚天，我忍了。在宫里，太师来见我，说我是贱妾时，我又想要他的命，但我还是忍了。他把嫡出的女儿塞给楚天做皇后，我更想要他的命，但我忍了。楚天说我喝的是避子药，我就猜到是我那爹爹干的好事，他怕我生下孩子牵绊住皇帝，就偷偷把我的温阳药换成避子药。我一忍再忍，都是为了楚天。楚天的地位还不稳固，楚天还需要太师的扶持，只有等楚天能自己治理天下时，我才敢下手。只有等楚天能自己治理天下时，我才敢下手。我从小逃离那个家，自由地活着，努力守护茅草屋里的幸福，到头来一切都被这个父亲毁掉。余生我都要跟别的女人争抢一个男人，这种滋味太难受了，我一刻都忍不了。我想要独占楚天，
可是我不能独占皇帝的宠爱，他们给我的生活根本让我无法活。我看似与世无争，可心里埋着最深的执念与仇恨。我和楚天走到如今这个境地，也许他有错，我自己也有错，可我不忍心苛责他，只能惩罚我自己。我把仅有的温柔都给了楚天，剩下的就是至死不休的怨念。这怨念终化作熊熊大火。反正楚天现在已经不需要这个太师了。楚天27岁了，太师还在背后操弄朝政，那就让我来吧。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替楚天解决掉他成长路上最后一个绊脚石。大火将我和我父亲包围，他痛苦的嘶吼挣扎，简直就是一头野兽。而我穿着鲜艳如嫁衣的红裙，笑着闭上眼，这是我生而为人最后的优雅。一场梦过去，50年弹指一挥间，我已经是80岁的老贵妃，77岁的皇上睡在我身边，还像个7岁孩子。楚天抱着的其实只是一条红裙子，也不是当初我穿的那条，那条已经在大火中跟我一起灰飞烟灭。楚天后来重新定做了一条，就挂在休戚一心的美满宫里，一挂就是50年。每到晚上，我的魂魄就穿上这条红裙子，在美满宫里游荡。我在等他来，我想独占他的爱，可他再也没来过。直到今天4月初8，我的80岁生辰。直到今天4月初8，楚天突然来了。原来他还记得那个80岁的诺言。他对着红裙子说话，抱着红裙子睡觉，又抱着红裙子醒来。他醒来了，对着空荡荡的红裙子又问了那个问题：知道朕为何50年不来见你？我恨你，我好恨你！说好了一辈子在一起，说了无数遍，你却用那种方式离开了我，也不问我同意不同意。你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吗？我所有的天真无邪在你身上，我最真挚纯粹的爱在你身上。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事，苦和甜，这羁绊太深太深了，已经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可你却硬生生将它剜走，让我生不如死。你死了就跟我自己死了一样，可我还要穿着这身龙袍，行尸走肉一样活下去。楚天哭了，老泪纵横。你好狠，我好恨！我怎么遇到了你？我怎么爱上了你？生生被你折磨了50年，心里难受，说都没处说。直到今天，你80岁生辰，我才终于能鼓起勇气来骂你一顿。娘子，我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他一连说了几十个好想你，似是把这50年的思念都说尽了。天也亮了，而我久久不散的执念，在我满80岁这天倏然解了。我感觉到自己的魂魄在消散，慢慢湮灭在晨光中。最后，我努力伸出手，摸了摸他的脸。相公，来世还希望能在乱葬岗挖到你。楚天，再见。楚天好像听到了我的话。娘子，再见。